首例五胞胎长大了，父亲已过劳去世，母亲直言，如能重来一个也不要。2001年，一位35岁的农村妇女意外怀上了五胞胎。面对多胎妊娠的风险，医生建议她减胎，但她坚持将5个孩子全都留下。在顺利降生后，五胞胎受邀参加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，被亲切地称为奥运福娃。然而，仅几年后，他们的父亲却因过度劳累去世，母亲也在采访中含泪坦言，如果能回到过去，我宁愿一个孩子也不要。那么，这位母亲究竟经历了什么？五胞胎如今又怎样了呢？1990年，王翠英通过媒人介绍与丈夫脚保存相识，婚后2人一直期盼着能有个孩子，但年复一年，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。他们尝试了各种民间偏方，求遍了当地有名的庙宇，甚至不惜花大价钱去大城市的医院检查治疗。然而10年过去了，家里依然没有孩子的欢笑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亲戚邻居的闲言碎语越来越多，王翠英和脚保存的压力也与日俱增，但他们始终相互扶持，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。2001年，已经35岁的王翠英突然感到身体有些不适。起初，她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，但症状持续了好几周都没有好转。在丈夫的坚持下，她终于去了镇上的诊所。当医生告诉王翠英她怀孕了的时候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她激动地握着医生的手，泪流满面地问：“大夫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真的怀孕了。”回家的路上，王翠英的脚步比往常轻快了许多。她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丈夫。当脚保存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紧紧地抱住了妻子。然而，真正的惊喜还在后面。当王翠英到县城医院做详细产检时，医生仔细检查后，面带惊讶地说：“王女士，恭喜你，你怀的不是一个孩子，而是5胞胎。”这个消息让王翠英和脚保存既兴奋又惶恐。他们从未想过自己会一次迎来5个孩子，而喜悦之余，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担忧。医生详细解释了多胎妊娠的风险，早产、低体重、并发症的几率都大大增加。为了降低风险，医生建议进行选择性减胎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王翠英坚定地说：“不管有多难，我都要把这5个孩子生下来。”她相信，既然上天赐予了这个奇迹，就一定有办法渡过难关。怀胎期间，王翠英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，她必须长期卧床休息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早产。每天，她都在担心孩子们的安危，生怕哪个孩子会出现问题。丈夫脚保存则四处奔波，筹集即将到来的巨额医疗费用。他找遍了所有亲戚朋友，甚至不得不向高利贷借钱。压力之下，脚保存的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了。2002年3月，王翠英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当5个婴儿的啼哭声响彻产房时，整个医院都沸腾了。这是当地首例存活的5胞胎，医护人员欢呼雀跃，仿佛他们自己也经历了一场胜利。然而，喜悦的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。3个孩子出生时就有健康问题，需要长期治疗。最小的女婴只有1500克，必须在保温箱里度过最初的日子。医疗费如同一座大山，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。仅仅是第1个月，医疗费就超过了10万元。这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。好在邻里乡亲们纷纷伸出援手，组成了一个5胞胎保姆团，轮流帮忙照看孩子。就这样，在全家人的努力和邻里的帮助下，5胞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随着5胞胎渐渐长大，新的挑战接踵而至。最令王翠英和脚保存头疼的，莫过于日益增长的学费和生活开支。5个孩子同时上学，意味着5份学费、5套书本、5份文具。即便是普通的开学季，对这个家庭来说也是一场经济风暴。为了维持家庭开支，脚保存不得不外出打工。他先是在附近的建筑工地做小工，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直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。然而，建筑工地的工作并不稳定，收入也十分有限。
为了赚更多的钱，脚保存决定远赴北京打工。在北京的工厂里，脚保存常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，连续几个月没有休息日。他的双手因长期接触化学物质而粗糙皲裂，但他从不抱怨。每个月，脚保存都会把所有的工资寄回家。他省吃俭用，午餐常常只吃一个馒头配咸菜，就为了多存一点钱给孩子们买学习用品。在家的王翠英则要面对更多的挑战，除了照顾5个孩子的日常生活，她还要想方设法节省开支。她学会了自己缝制校服，利用废旧材料制作学习用具。为了省下买菜的钱，她在家附近的空地上开垦了一小块菜地，种些蔬菜水果。孩子们渐渐懂事后，也开始体谅父母的艰辛。放学后，他们会主动帮忙做家务，假期里还会去附近的小商店帮工赚些零花钱。5个孩子还约定要互相帮助学习，争取考上好学校，将来能够减轻父母的负担。尽管生活艰难，但这个家庭始终充满了温暖和希望。脚保存每次回家探亲，都会给孩子们带些小礼物，哪怕只是一些便宜的文具或零食。而孩子们则会用自己的成绩单来回报父母的付出。每次看到孩子们优异的成绩，夫妻俩都感到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。就在这个家庭艰难前行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他们的生活。北京奥组委邀请5胞胎作为真人版福娃参与奥运会的宣传活动。这个消息如同一道阳光，照进了这个饱经风霜的家庭。5个孩子兴奋不已，他们还从未离开过家乡。为了这次北京之行，王翠英精心准备了5套新衣服，还特意带上了家乡的特产作为礼物。在北京，5胞胎受到了热烈欢迎。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福娃服装，在各种奥运宣传活动中亮相。5个孩子天真烂漫的笑容，完美诠释了奥运会同一个世界、同一个梦想的主题。媒体争相报道这个特殊的家庭，5胞胎的故事很快传遍全国。人们被他们坚强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感动，纷纷伸出援手。然而，就在家庭生活刚刚有所好转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悄然而至，再次考验着这个不平凡的家庭。2015年，父亲脚保存因长期劳累过度，突发心脏病去世。消息传来的那一刻，整个家庭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。王翠英瘫坐在地上，泪如雨下。5个孩子面面相觑，不敢相信这个噩耗。大女儿福庆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她轻轻抱住母亲，低声说：“妈，我们还在。”这句话唤醒了悲痛中的王翠英。是啊，孩子们还在，自己不能倒下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全家人都在努力适应没有父亲的生活。王翠英白天打2份工，晚上还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。5胞胎也懂事了许多，他们自觉分工，福庆负责做饭，福森打扫卫生，福利洗衣服，福鑫辅导弟弟妹妹功课，福源则负责照顾生病的奶奶。一次，王翠英下班回家，看到5个孩子围坐在餐桌旁，认真的讨论着什么。走近一听，原来他们在商量如何省钱。福庆提议自己种些蔬菜，福森说可以到处收集废品卖钱，福利则建议自己做衣服。看到孩子们如此懂事，王翠英既心疼又自豪。她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，给孩子们最好的生活和教育。高考那年，全家人都格外紧张，5胞胎更是拼尽全力，常常熬夜到深夜。终于，4个孩子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，只有福森差了一些。当福森看到自己的成绩时，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。然而，让所有人惊讶的是，福森很快就振作起来。他对家人说：“我不会放弃的，我要再努力1年，明年一起上大学。”这1年里，福森比之前更加刻苦。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，还主动承担了更多家务，让母亲和兄弟姐妹们能够专注于各自的学业和工作。每当夜深人静，王翠英总会想起丈夫，她会对着丈夫的遗像低语：“老脚啊，你看到了吗？咱们的孩子多懂事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他们都培养成才的。”终于，又1年的高考结束了。当成绩公布的那一刻，
全家人都屏住了呼吸。福森颤抖着手点开了查询页面，随即爆发出一声欢呼：我考上了，我真的考上了！这一刻，所有的辛苦和等待都值得了。一家人相拥而泣，这不仅是福森的胜利，更是整个家庭团结一心的成果。回首过去20多年的历程，王翠英感慨万千。当初的惊喜，如今想来更像是一场劫难。如果能重来，一个也不要。但既然来了，就是缘分，我们会好好珍惜。如今五胞胎们正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价值，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们能在平凡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续写这个不平凡的家庭传奇。